Hello，大家，我是 Dory。上一集我们在开往 Vic 小镇的途中玩了好几个瀑布，也拜访了一个小小的冰蛇。而当夜幕降临，我们也终于抵达了 Vic 小镇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Dory。今天是我们在冰岛的第4天了吗？然后今天的话会是一个比较 chill 的日程，我们就会在 Vic 周边玩一玩，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还是住这间酒店。现在其实已经是11点了，这个酒店的早餐还挺好吃的，然后我们今天就花了一些时间在吃饱饱上面。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是 Viking Park， 离小镇很近，开过来差不多也就10来分钟。这不是一个特别热门的景点，我们是到这个停车场的第一辆车。天哪，人家冰岛荒郊野岭的厕所，太有科技感了吧！这个山上其实是有 trail 的，不过我们今天就不去徒步了。我们今天主要是来看这边一个叫 Yoda Cave 的山洞。从山洞走出来就是一大片的黑沙滩，远远的我们就看到远处有一个红色的沙发。在这个黑沙滩上，这个地方有一个红色的沙发，非常的抽象和神奇。这些黑色的沙子其实并不是普通沙子，而是由火山熔岩冷却凝结又碎裂之后形成的黑色颗粒。我们请小飞机上天看看沙滩的尽头在哪里，却意外地发现旁边的山壁上有着密密麻麻的海鸥，它们在悬崖上面筑巢，嬉戏打闹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。我们在这片一望无际的黑沙滩逗留了很久，都舍不得离开。光看视频或许很难感同身受，但想象一下你被一片黑色的沙子包裹，望不到头的沙子，周围有鸟叫，有海浪声，还有音量大到破音的狂风呼啸，就是没有人。当时心里面有澎湃，有感动，却又感觉到平静，就是这么复杂的情绪。因为昨天吃了太好吃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中午又来吃了。吃饱饱，出来就是这个红教堂，我们决定上去看一眼。很多人好像会把这个红顶教堂跟冰岛西海岸斯奈山的红房子搞错，好像那一个才是传说中验光机里面红房子的原型。Vic 的这座教堂在一个高坡上，不仅是维克小镇的地标，也是一个避难所。昨天我们去的冰蛇下面不是说有一座会随时喷发的 Katla 火山吗？火山一旦喷发引发山洪，这座教堂就是全镇唯一一个可以安全避难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要翻过这座山去看看对面海里的巨石。天笑了。如果是超速，它就是一个哭脸。我觉得冰岛有些建筑美学真的是对我的眼睛很友好。这个停车场好多人呀，看来是一个比较大的景点。这边就是这个黑沙滩的观景点，它小车的话3个小时是1000克朗。从停车场走过来就看到这一大片的玄武岩柱吗？好像是
这也是岩浆冷却后又热胀冷缩形成的超级几何奇观，好神奇啊！好多人都在爬这个东西。这一边走过来，又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山洞。不过这个跟我们早上看的山洞也很不一样，都是这种玄武岩的。天哪！松松开始飞小飞机了。昨天我看小红书上有个人的小飞机在这里因为浪太高而阵亡了。希望我们的小飞机没事呀。这些巨石也是 Vic 的地标，好多地方都能看到它们。那你要不要猜一猜它们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对了，又是火山岩浆。它们原本是陆地上岩浆冷却形成的巨石，却因为海浪的侵蚀，慢慢变成了这样尖尖的样子。而当我们把小飞机的镜头拉近，不出意外的，石头上又住着密密麻麻的海鸟，以及它们的粑粑。我们现在到对面去，也是一个景区，好像是个鸟类栖息地。太神奇了，对啊，山上的地方还有个充电桩。OK， 先来上个厕所。这个上厕所还是要钱的啊？要钱呢？刚才停车是不是不要钱？我这厕所的 view 还是不错的。哦，真的也要钱的，还得刷卡进闸。哎，不行啊！哦，可以，进来了。这个对面就是我们刚刚去的那个黑沙滩。我们本来以为中间可以走过来，但后面地图上看了一下，好像中间是断掉的，走不过来。这里是一片受保护的鸟类栖息地，是不可以飞无人机的哟。天再暖和一点的话，应该就能看到 puffin 了。不过现在好像只有这些白白的海鸟。OK，ChatGPT 使用场景。刚刚这些鸟，是什么鸟？Northern Farmers，不知道是啥。Say that in Chinese， 北风暴风，不知道念啥。这几个字怎么读？拼音如下：北方暴风户这个字比较生僻。OK， 北方暴发户，懂了。哇，这个马离得好近啊！我们路过了冰岛的纯种马，冰岛的马都是只出不进的哟，就是为了保证血统纯正，防止外来疾病啥的。你在冰岛看到的所有马都是维京时期的纯种血统，就是这样长长的头发。我们先回房间休息一下。松松2晚订了不同的房型，所以我们今天换了一间房。然后有一个沙发、桌子，其实也是不大啦，不过够用。比昨天的大。对，比昨天的大。哦，洗手间。我们来吃这个黑底披萨。它这店里还有一辆车。哇，好喝吗？爽啊这个。这是 bacon dates， 就是培根包这个椰枣。dates 是什么？椰枣，枣子就是长长的那种，甜甜的枣子。枣子？跟国内那种枣子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从来没吃过。对啊。好神奇的味道。咸甜味的。
这是我们的鸭肉披萨。这家店他们就主打这个 black crust， 就是黑的这个饼皮。不过没想到这上面撒了致死量的葱。我来尝一下。太烫了，等一下再尝。我刚刚发现旁边的欧洲小姐姐，她们是用刀叉切着披萨吃的，我也决定试一下。松松已经说了大概第5遍了，太好吃了。对，它这样卷起来就像是中餐里面的饼。卷饼吗？对，然后料巨多。我们吃完出来喽，太好吃了。他一直在说好吃好吃好吃。卷饼。对，我看我们旁边的人，他们其实每一桌都是一人点了一个，但因为我们点了 appetizer， 我觉得我们2个人 share 一个完全够了。对，而且已经吃得很饱了。对，它一个的话大概是4000多克朗，appetizer 的话大概1000多。算便宜的了。对，我们还发现了一个 culture shock。就是我们左右2桌都是欧洲人，然后我们每上一道菜，他们就会就是把头转过来看我们桌上点了什么东西，就盯着看，很神奇。因为我觉得美国人绝对不会这么做，我在美国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这样做过，会觉得是比较 rude 的行为。但是我觉得欧洲人就比较 chill 一点，比较接地气。对，比较直接。它这边还有一家这个 Icewear。好像也是冰岛这边的一家这种卖衣服的集合店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哦，这还是一个 shopping center 好像。超市跟这个 Icewear 是在一起的。哇塞，这个好可爱啊！它一件这种冲锋衣。轻防水的这种外套是22900克朗，很好看呀。是啊，这大小竟然可以，哎不对啊，就是这边袖子不长哎。哦对哦，你这是什么码？就 S 的，美国袖子都长些。真的很像警察。这边也有很多费尔岛毛衣，这件好好看啊。不过它好像没有写价格。49000，打扰了，拜拜。它这些款式都还挺好看的，而且我发现它每一款都只有1件。所以可能才卖的这么贵，都是手工织的吧。我们来逛超市啦，就这样2个可颂是659，巧克力味的619，红加仑，原来它这么贵，这一盒要1000块钱。泡面。如果你吃不惯冰岛菜的话，也可以买泡面吃，它门口就有微波炉可以加热的。它这个杯面的选项还不少嘞，我看了一下，这个是最便宜的，只要139。然后这边有这个火鸡面、辛拉面都有的。怎么了？买一个羊肉干试试。你不是想吃牛肉干吗？但我看牛肉干是法国产的，这个是冰岛产的。对，这个冰岛产的鱼肉干啊。对，它有这种特色的鱼肉干，不过挺贵的，都是1000多一包。买完补给，我们就要回宾馆了。影片到这里也差不多要结束啦。明天我们会重新启程往东边开，也将终于进入冰岛最大的冰川群瓦特纳冰原。这也是欧洲体积最大的冰川。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，拜拜。